其实我1个多月之前就知道小米玉溪这次试驾终点，他们说是阿那亚，在我心里其实一直都只有一个阿那亚，就是河北秦皇岛那个，往返600多公里，好续航啊！一直到昨晚上，摄像大哥跟我说啊，在北京北边还有一阿那亚，金山岭阿那亚，开过去也就150公里，2小时不到就能到，哎，这就轻松多了。玉溪这车开起来真的是比之前的苏7要舒适啊！我指的不是现在我们手里那台苏7 Ultra， 就是普通的苏7。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在现在这台玉溪上也没有了。毕竟这底盘闭式双腔空悬，再加上连续可变阻尼减震，说实话，现在这些车又想保持在路上遇到一些颠簸的时候能化解，然后在连续的山路上边、弯道里边能保持一个车身姿态，同时呢，到那种长波的起伏路段，车还不能被抛起来。那刚才这套东西就是必备的。说实话，之前开着自己台苏7，有时候跑长途的话，还是会有点战斗的感觉。一方面坐姿比较低，整个车低矮，再加上刚才提到它的底盘会更硬一些。但是现在这玉溪感觉真的不一样了，跑长途就是那种度假的感觉会更明显一些。要说，其实今儿我们这个双电机4驱顶配 Max 版本0-100加速3.23秒，这动力挺恐怖的，但是实际上开起来的感觉并没有那么冲，尤其是它这加速踏板踩下去，初段虽然动力也很直接，但跟苏7那种非常灵敏的感觉不太一样。其实跟它整个底盘这种有一点忽忽悠悠的感觉，一致性还挺高的，就是偏舒适的取向啊。当然跟我们的驾驶模式调的也有关系。调这种舒适模式的时候，这个车不会像开苏7时候，但凡前面有个车稍微慢一点，我就一下战斗起来，不行，我得干它，我得把它超过去，挡我道了。完全没有那种心态。现在开着这台玉溪，就是前面车要是慢一点吧，多道端辅助驾驶开启也挺好。我索性就把我这套组合驾驶辅助打开，跟着前车走呗，这才是度假的感觉。说到组合驾驶辅助了，其实这车硬件配置还是挺高的。3个车款呢，全都标配了激光雷达、4D 的毫米波雷达，而且使用的是算力达到700 TOPS 的英伟达的索尔芯片。但是今天这个试驾车还不是最终的量产版本，特别是在组合驾驶辅助这部分还不是一个已经完善的版本，更多的一些辅助功能啊，我们还是得等到这车量产之后，拿到一个所有的功能都已经完善的量产版本，再跟大家去分享。本来关于这小米天际屏，我是想等一会儿把车开到那个阿那亚的景区，再跟大家慢慢坐在车里好好分享一下的。但是现在这个摄像老师迫不及待了，一定想让我聊一聊，尤其是这种开起来看这个小米天际屏那种行驶中的感受啊。说实话，我在开着它的组合驾驶辅助的时候，这几十公里了都没低头看一眼，都几乎把这件事忘了，因为现在基本上只要看着路去关注一下跟前车的距离，看看两边的后视镜就可以了。但现在如果要让我特别去关注这个点的话，我会发现在眼前没有传统那种抬头显示的时候，整个视觉真的敞亮了很多。因为抬头显示确实有它的优势，你可以不用低头嘛，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信息。但是在遇到一些比较特别的场景，尤其是天色比较暗，然后车灯又比较多，或者两边的灯光比较炫目，再尤其前2天刚好遇到这种下雨的情况，开一台前面有抬头显示的车的时候，它是真的会影响视线，会让你离前车不敢太近，你会发现它跟车灯判断不清楚，然后你会看不到路面的一些情况，会有点紧张。而现在眼前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种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现在我如果真的需要看车速，包括需要看导航的时候，也不用再像传统仪表那样需要把视线低下来，而且会有一个明显的这种变焦距的感觉。所以整体上这个天际屏在行驶过程中的这种观看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啊，在这种打转向灯的时候，不管是我自己手动打转向，还是在现在组合驾驶辅助自动变道的过程当中，只要打了转向灯，在左侧或者右侧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实时显示的旁边车道的盲区显示，这个功能还挺好的。现在拍小米的车压力真是太大了，你夸这车好吧，不知道从哪儿来一群网友就开始在底下喷你，但你要是说这车有什么不好吧，下了高速我们还有大概40分钟左右的车程啊，就可以到这个什么金山岭阿那亚了，越来越兴奋了，尤其是剩下这30多分钟基本都是山路，切到运动模式啊，稍微玩一会儿哈。这台车切到运动模式和它在经济舒适模式的时候那种状态
真的是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又有找到那种之前开苏七那种，忍不住想要把车踩快一点那个感觉了啊！应该怎么形容呢？就如果刚才那一大长段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只会让我觉得玉7这车行驶质感还不错，开着挺高级，很舒服的话，现在到了山路里面，就重新找回了之前开苏七那种感觉。这台车依然很好玩，而且啊，虽然在山路里边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能把车速开太快，说实话还没有特别畅快的去体会到这台车的动力。但是这车的底盘，尤其是在转弯、连续转弯那种对于侧向侧倾的控制，整个车身的稳定性的表现，有点出乎我的意料。这台车虽然做高了，但是它的底盘依然很扎实，整个侧向的支撑依然非常的稳健，还远没到极限。这台车在运动模式稍微有那么一点声浪的时候，我不知道方向盘上它是故意营造出来那种路面上一点细碎颠簸的感觉，还是什么，就是总会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在开一台油车。而且我发现我面前这个它叫什么水獭是吧？这小玩意儿就是在时钟里边那个小动物，在山路弯道行驶的时候，每次只要一过弯 G 值稍微大一点儿，我觉得我还可控的时候，它好像就已经有点不可控了，使劲的扒着那个时钟就要飞出去那个感觉。但如果把这小动物切成开皮巴拉，就顶局的那哥们儿的话，你会发现再转弯，不管你转的有多激烈，它好像就是轻轻的晃一晃身子，基本就随它去了，贼佛系，这性格太好了也。之前小米只有苏七一款车的时候，咱们不太觉得。今天开过了玉7之后，我就感觉特别强烈。就是之前甭管是开自己那台苏七，还是后来的苏七 Ultra， 觉得自己一直是在玩儿。但是这玉7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在生活，而且这生活质量还挺高啊。吃饱喝足了啊，咱们接下来这段聊一聊生活方式。什么叫生活方式 ？lifestyle， 生活方式那就是杯子里没水你也得拿一个，是吧？这叫范儿。生活方式啊，就是家里边有那1.8米的床不睡，有空调不吹，非得到外边来，那车尾搭一大帐篷，然后里边再弄一床，弄好几个小时，就为把这东西铺起来，最后吃俩苹果，晚上开车又回去了，吭哧一身汗。这就叫生活方式。开玩笑啊，其实我在日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也挺享受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的，尤其是跟很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社交环境啊。当然，除了装杯这事儿，确实不太擅长，咱们有时候拿捏不了。但说实话，现在确实有很多人特别享受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呢，这车也得能满足这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所谓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有车的生活，就是因人而异的。同样一台车，它也要面对各种各样不同的用户、车主人群。比如说，这台车可能会有20、30岁的年轻人买，也可能会有50、60岁的中年人去用。那车主呢，有可能有单身的，有这个夫妻双双把家还的，也有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所以一台车要满足各种各样不同的用车场景，而这个其实是小米最擅长的，什么人车加生态啊，什么手车互联啊等等，包括玉7车里边还有很多其他车上真的没见过的小巧思，我带大家来看一看。我想说的这些所谓的小巧思呢，当然不是车里的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些，包括前排这俩零重力座椅，也不是今天咱们要聊的重点。毕竟据说这俩零重力座椅好像是要加钱选装的哈。我想说的是，可能好多大家都没太注意过的，比如说，你看这是个什么东西？这其实是一蓝牙的按钮，现在应该是调到了一个播放音乐的功能。你看它上面是有一个操作功能的，轻轻一点，具体的功能设置在这个智能设备里就可以去选择短按、长按各种各样的功能，而且这个东西你还不用怕它丢，因为在整个车里啊，到处都隐藏着很多这种磁吸的接口，比如说好像在这位置，你看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磁吸，然后包括在这个位置也有，还有像壁柱的位置，还有像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也会有很多这样的磁吸点。除了可以去吸住这个小的物理按键之外呢，还有像眼镜盒，你可以直接把它吸在这个位置。还有啊，比如说这个也是靠磁吸在中控屏后面的，而且稳稳当当，在你驾驶的时候，就像刚才那种山路的激烈驾驶，也绝对不会晃下来。
这种小巧思，我觉得真的是非常能够读懂用户的用车需求的。除了这些磁吸点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的小细节啊，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其实小米从之前的苏7那会儿就已经在车里设置了好多1/4螺口，比如说前台左右两端的这2个点，这些接口呢是可以直接去安装像手机支架或者像 GoPro 这样的拍摄设备。不过在预期的车里啊，这些接口又做了进一步的升级，可以看到它是可以通电的，像这样一个直接可以无线充电的手机支架，插在里边拧紧就可以供电了。还有啊，像这个下边安装的外挂物理按键，其实在之前苏7上也有，我也买了一个，但是用了不久之后我就给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装上它之后，苏7那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板，手机就很难放进去。但是在预期里边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现在它把整个手机的位置优化了一下，这2个互相完全不干涉。哎呀，我给你一颗，我给你一颗，只给你一颗，行，不许动了，不许动了，不许动了，坐，大奔，坐，大奔，坐。说咱们要说的啊，就是关于这个车的宠物模式。其实很多车都有宠物模式，但是呢，这台车我觉得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就是当你带着一只狗，比如说去超市临时要让狗在车里边独自待一会儿的时候，通常呢车里可能就是锁上门，打开空调。但这台车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它有防误触的模式，你可以让狗狗一个人在车里面的时候，防止它一不小心去按响喇叭，或者踩到刹车加速踏板，或者可能去开车窗甚至开车门这样的动作。更重要的一点是，这台车里面刚才提到有各种各样的接口，就可以去安装一个360度的摄像头，你还可以通过小爱同学随时跟车里面的宠物勾搭一下，让它安静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天幕啊，它的那个 EC 天幕，一旦把它的遮光率调到最高之后，它的那个天幕会变得非常的凉爽，因为大部分的宠物其实是挺怕阳光一直暴晒的，所以把天幕关闭之后，车里面更安静更私密的空间，也可以让它更听话一点，是不是大奔？来，坐。关于预期这车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用车体验啊，说实话，想跟大家分享的点实在是太多了。今儿这一天，我相信这台车还有好多我都没有了解到的，而且我感觉我今儿真的不是来试驾，更多的就是来体验生活，来体验小米带给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点，看到没有？就是这个打开后备箱盖之后，车尾这个投影，其实在整个车的这个后备箱的这个门框上方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磁吸滑轨，同样也是带通电功能的。像这几个投影的设备都是直接吸在上面的，用着真的非常的方便。整个生活场景就是为这台车量身定制的。这台车可能也是为现在正在看视频的很多想买这车的用户量身定制。今儿这期视频其实一点也不像是一个车评啊，基本上都没怎么说参数。当然，在最后还是跟大家再啰嗦两句。像这台车呢，官方标定的 CLTC 纯电续航已经可以达到835公里，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单电机后驱标准版的续航。如果是 Pro 或者 Max 版本2个双电机4驱的版本，续航达不到那么长，但其实呢，也分别可以有770和760公里的纯电续航。对于绝大部分的用户来说，这个续航能力已经足够用了。还有就是关于设计，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拍过一期非常详细的静态体验的视频，把这台车的外观、内饰、设计、空间、储物空间等等都跟大家分享过了。今天我更想说的是啊，这台车的设计确实它在外形上面可能会有不小的争议，但是好像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听谁说过这车丑或者长得不好看，而且从辨识度的角度，它真的是一眼就能被认得出来，不会和其他任何新势力的车型混淆。就算你不认识这车，你至少也能认识这标。好了，今天这期节目我打算就到这儿了。离日落还有一些时间，所以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真的就想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生活了。不过还没完，今天最后我们还是要把这台车开回北京去，但我不打算开了，我准备用回去的那段时间好好的体验一下这台车的后排。哎，婆说体验后排就这么个体验法呢。